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就是关于乌克兰用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数量或者拦截率的这个话题呢，在专家之间，在军迷之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战场态势的改变，或者是这个武器装备性能的改变，而是涉及到就是如果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它被导弹拦截，而且拦截成功率的这个概率从5%能够升到50%，甚至升到90%，甚至是更高，那就改变或者颠覆了对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恐惧。因为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对这种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率是非常之低的。那现在我们就从历史上的一些数据和现实中的一些数据来分析一下。因为在历史上，在越南战争中就是美国的 B-52战略轰炸机对越南呢曾经进行过这种地毯式的轰炸。那么当时呢，就是越南使用苏联生产的萨姆2这种导弹来打击美国的 B-52这种战略轰炸机，打击的成功率是多少呢？如果发射1枚萨姆2导弹，可以就是对 B-52这种战略轰炸机形成73%左右的击毁率。那么大家可能会说，那就发射2枚呗，不就是140%多了吗？不是这样的。当它发射3枚萨姆2导弹打击同一架 B-52战略轰炸机的时候，它的成功率只有99%，也不会达到100%。这是历史上用萨姆2导弹拦截或者是打击 B-52战略轰炸机的一个战场上的统计数据。那么后来呢，由于中国发展了东风系列的导弹，特别是对航空母舰这种移动的目标，也可以用东风系列的导弹来打击或者是摧毁。那么美国的军方就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如果我们在航空母舰周边使用这种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就是提康多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发射标准2或标准3这样的拦截导弹，拦截东风系列的这样的导弹，来保证我们航母编队的安全的话，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他说我们倒是有比较高的拦截成功率，但是这种成本将是非常昂贵的。他说1枚导弹可能就是2000万美金。那么当来袭1枚导弹的时候，我们就最少要有2000万的美金投出去就1枚导弹，你还不一定能拦得住，那你要打很多枚。他说假设东风导弹的来袭是一种饱和式的攻击，我们不要说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这些装备的承受的能力，也就是经济上的这些价值，你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比如说一轮攻击之后你打了几十枚这样的标准2型的导弹那这是上亿美金，第一波防御过程中就打没了。那我们就看美国的说法是什么呢？说我们就是从经济上也承受不起，因为你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到别人的家门口去捣乱去了，去威胁别人去了，那你只能用自己的就是海上的防空力量去拦截对方陆基发射导弹，或者空机，或者是海基，人家是在家门口发射，这是一个经济上的承受力。也就是说，当你要进行非常有效的拦截的时候，你需要发射大量的拦截的导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俄乌战场，或者是俄乌冲突的这个攻与防的这些情况。那么据乌克兰说呢，是全部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这些匕首高超音速的导弹。那我们假设这个结论是准确的，那我们也可以推测，就是你并不是1对1就是能够把这个拦截弹和来袭的导弹给拦截掉的，而是用它数倍的导弹来打击。那你不能够承受长期的这种不断的空袭？因为这个代价可能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北约的提供这些导弹的国家不能够承受得起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方面还说就是对于乌克兰的一次成功的袭击，当然打的是俄罗斯的民用的目标，那么他在拦截的这些导弹中呢，有1枚
是过去北约向这个乌克兰已经提供了，但是没有就是公开的透露的一款武器，叫 ADM-16B。这款武器呢，它是一个导弹，这种导弹呢，它主要是一种诱饵，也就是发射之后呢，它并不是靠自己的爆炸部去造成损伤，而是说让你把雷达的信号都集中到这枚导弹上，因为它是假目标，可能是一个机群，可能是一批导弹，让你的导弹、让你的火炮、让你的雷达都注意这个假目标，而把这个注意力引到这儿之后，其他的导弹就可以炸向你的这些导弹阵地，打向你的这些防御的雷达。所以这个是北约秘密向乌克兰提供的一款诱饵弹。那么在这样的就是战场中，或者在这样的空袭的攻防中，我们可以看到北约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秘密装备的。其实它的这些装备是比较有限的，我认为它主要是要通过俄乌冲突或者俄乌的战场来检验北约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在实际的作战中的效果怎么样。那我们看现在就是俄罗斯的匕首导弹摧毁了或者是打击了就是乌方的爱国者导弹的阵地取得了成功，但是乌方也拦截到了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同时呢，俄罗斯又击毁了就是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 ADM-16B 这样的诱饵弹，所以在今后的这种双方博弈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新型的武器装备出现，双方的这种防空或者是突防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会有更大的变化和发展。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